丈夫死后，妻子天天梦到丈夫。在梦里，沈武才向妻子罗曼曼坦白了一件事情，说是自己借给了好朋友杨德贵5万块钱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子罗曼曼，他就出车祸死去了。罗曼曼半信半疑，因为丈夫生前就爱说谎话，不务正业，还经常打老婆。沈武才，你说的是真话吗？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，还肯借给别人？梦里的沈武才不再像生前那样了，他说话很和气。秀曼，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钱是我赢来的。杨德贵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当时要买大货车，钱不够，我就借给他了。你尽快跟他要回来吧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啊！说到这儿，丈夫沈武才面目开始变得狰狞起来。罗曼曼一害怕，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是一身的冷汗。虽然梦境十分清楚，就像是真事儿一样，可罗曼曼一想，肯定是自己最近太累了，精神紧张，压力大，所以才做了这么一个噩梦。丈夫沈武才的手里根本就没有攒下过钱，人又吝啬，他怎么可能借给杨德贵那么多钱呢？这纯粹是我做梦胡诌八扯。为了能睡好觉，罗曼曼找医生开了一些助眠的药物，可是吃药之后，依然是天天晚上梦到死去的丈夫沈武才，让他去向杨德贵要账。罗曼曼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，她动摇了，打算到杨德贵家去看一看，试探着问一下杨德贵是不是欠沈武才5万块钱。拎着水果，罗曼曼就来到了丈夫生前好友杨德贵的家。杨德贵是一位长途货车司机，今天刚好在家。哎呀，是曼曼嫂子啊，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水仙，你看谁来了？咱曼曼嫂子。杨德贵口中的水仙是他的妻子于水仙。于水仙不像丈夫杨德贵那么热情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喝杯茶吧。于水仙心里想，你一个寡妇跑我家来干什么？不吉利。罗曼曼看着这夫妻俩，一位老实憨厚本分，一位尖酸刻薄狡猾，心里想好的一套词儿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只是闲聊了一会子。关于自己做噩梦死去的丈夫沈武才让她来要账的事情，只字没提，便起身告辞回家了。罗曼曼走后，于水仙告诉丈夫：德贵，以后少让这寡妇来咱家啊，不吉利。杨德贵一皱眉：水仙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寡妇不寡妇的？沈武才是我的朋友，如今他死了，丢下嫂子一个人多不容易啊，咱应该多帮衬帮衬才对。于水仙把眼一瞪：杨德贵，你是不是看人家长得好看，动了歪心思了？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夫妻俩拌了几句嘴，也就洗洗睡了。几天之后，罗曼曼再次登门，杨德贵也是恰巧在家。罗曼曼就把自己准备好的话全都说了，她并没有直接开口要账，只是旁敲侧击地提示杨德贵，问杨德贵与她的丈夫沈武才之间以前都发生过哪些趣事，有没有什么互相帮助的事情，或者是相互借点东西什么的。杨德贵听到这些话好像很敏感，他每次都把话题赶紧给岔开了，不让罗曼曼继续问下去。罗曼曼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直白地问，一是怕真有借钱这回事，万一杨德贵是瞒着于水仙的，那不等于让他们夫妻吵架吗？再就是
她没有任何证据啊，就凭自己做梦，梦里丈夫说人家欠她家钱，那能管什么呀？罗曼曼的第二次登门要账，又是因为没好意思开口，失败了。回到家之后，罗曼曼心想，算了，我是真开不了这个口，没凭没据的，怎么跟人家说讨债呀？还是好好的治一治自己这做噩梦的毛病吧。又到精神心理科看病吃药，治疗了几个疗程，好一好，坏一坏，这做噩梦的问题啊，始终无法治愈。最后，睡梦中丈夫沈武才的面孔越来越可怕了，实在是没办法，罗曼曼这才第3次到杨德贵家要账。这回他打定主意了，要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的问一问，就算是惹得杨德贵夫妻生气，也要有个结果。主要是罗曼曼再也受不了天天晚上的噩梦了。嘿，哪想到还没等他开口呢，于水仙先急了。好啊，只要是杨德贵一回家，你罗曼曼就来了。怎么就这么巧啊？你们俩是约好了气我的吧？我可不受这个。杨德贵，咱们趁早离婚。杨德贵和罗曼曼这2位都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人家于水仙啊，已经跑出家门回娘家去了，说是一定要跟杨德贵离婚不可。杨德贵脾气再好，这回他也真生气了。罗曼曼，我是看在死去武才的份上，尊重你，叫你一声嫂子。可你不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捣乱啊，非把我闹离婚不可吗？说话的同时，他转身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条，递给罗曼曼。我早听出来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怀疑我借了武才的钱没有还。看看这个吧。罗曼曼这么一看，原来是她死去的丈夫沈武才向朋友杨德贵借款5万元的借条。感情非但不是杨德贵欠他们家钱，而是他们家呀欠人家杨德贵5万块。武才突然一死，我看你一个女人怪不容易的，就打算不提这回事了。可没想到你总是来找我，现在把我老婆也给气走了，真是倒霉。罗曼曼十分懊悔，非常抱歉。德贵，你放心，我来帮你把媳妇找回来。天黑的时候，罗曼曼找到了杨德贵的岳母家，一敲门，于水仙的母亲拦在门口，不让罗曼曼进去。罗曼曼正在这儿跟老太太说理呢，杨德贵也来接媳妇来了。嘿，他的岳母啊，连女婿也不让进家门。杨德贵就求丈母娘让他进屋里去，好哄一哄妻子于水仙，跟着自己回家去。丈母娘无动于衷，死活就是不开大门。时间一长，屋里有动静了，走出来一个男人，是镇上一个有头有脸的人。这个男人谁也不理，急匆匆就离开了于水仙他们家。这回丈母娘也就不拦着了。杨德贵进屋一问，于水仙也不隐瞒，感情刚才走出去那位是他想好的，2个人早就好上了。杨德贵伤心至极，也就同意了离婚。离婚后没几天，于水仙就嫁给了那个相好的。又过了没多久，于水仙的新丈夫突然被抓起来了，据说是贪污数额巨大，被判了重刑。罗曼曼呢，觉得很对不起杨德贵，他承诺要努力攒钱，替亡夫沈武才还款。杨德贵当着罗曼曼的面把那5万元的借条给撕了。你一个女人怪不容易的，这钱我就没打算要，你不用还了。到了后来，他们俩经常来往，慢慢的加深了感情，最后登记结婚了。自从嫁给杨德贵之后，
罗曼曼再也不做噩梦了。